贝爷一声怒吼，吓得莫纳卡浑身颤抖，毛骨悚然，瞬间晕死了过去。面对实力如此深不见底的对手，贝爷深知自己不能常规试探，必须一击毙命。刚要动手，希特瞬间到了他的面前，快得让人难以置信。贝爷瞬间被击倒，这一切发生的简直太快了。再次发起全力冲锋，却还是被他躲避，一拳击中颈部。这致命的招数将贝爷打飞数10米。他停下来摸着自己的脖子，十分恐惧地看着希特。虽然他的力量不是很强大，但是速度快的简直到了惊人的地步，而且没有任何破绽，这该如何是好？贝爷内心 OS 重重，不断用身体进行试探，却伤得一次比一次重，嘴角都流出了鲜血。但他终于发现了希特的弱点，帅气地吐出嘴角的鲜血，想好作战计划，再次发起攻击，挥出重拳，用身体接下希特的攻击，然后顺势握住希特的手臂，以为这样就可以控制住他，打算一击命中。刚要攻击，拳头却停在了半空中，竟然被希特提前击中了腹部，难以置信地晕倒了过去。台上的人通过观察发现了希特可以控制时间，将自己以外的时间暂停0.1秒，难怪贝爷无法战胜他。而地区宇宙剩下的选手中，也只有悟空可以和他掰手腕了。他并未着急变身，一直利用常态进行试探，这是悟空一贯的作战策略。前期保存实力，找到破绽后再使出全力，终于在经过多次攻击后成功击打到希特，这让所有人惊讶不已。而自信满满的希特终于从口袋掏出了双手，悟空是他做杀手以来第一个碰触到自己的人。找到他的破绽之后，悟空第一时间变成超蓝形态，他要扩大自己胜利的成果，朝着希特猛烈进攻，一道螳螂拳将希特打得节节败退。这难道就是自己的极限吗？一向傲娇的希特开始对自己反问，他再次施展闪失功，本以为会击倒悟空，没想到再次被悟空预测到他的动作，一拳击中腹部，然后一个回旋踢将他彻底击倒。悟空叫喊着问他是否要投降，如果就这样投降，这怎么可能是七龙珠的风格？只见希特一声怒吼，将自己的气提升到200%，他感知着自己新生力量，再次向悟空发起冲锋。而这次两人竟然打得不分上下，难舍难分。但是随着战斗的深入，希特的闪失功变得更加厉害，悟空完全不是对手，犹如丧家之犬一般被无情暴击，瞬间倒在了地面。悟空也深知依靠自身的实力根本不是希特的对手，所以他再次使用10倍激光拳，这强大的气息给场上所有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。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一切的奇淫技巧都是纸老虎。此时的希特根本看不清悟空的动作，看到这个熟悉的配方，贝爷想起了自己第一次在地球被悟空打败的场景，气得他咬牙切齿，千年老二的美名也从此留下来了。二人越打越激烈，整个擂台都被笼罩在烟雾之中，如果不是有防护罩，估计看台上的观众都被刮走了。经过这场大战，希特的闪失功再次扩大，对着悟空一顿暴击，但是他最大的缺点就是力量太弱。一顿暴击过后，悟空不但没有被打倒，竟然还有力量将希特打飞，把相框的画像都打烂了，整个人都嵌了进去。而希特掉落的瞬间，悟空也掉了下来，激光拳对身体的伤害非常严重。二人惺惺相惜，相约下次再进行战斗比赛。悟空的身体也已经发挥到了极限，虽然他没有胜利，但很坦然的飞到了看台上。他知道还有一个亚洲选手没有上场，不过莫纳卡一出场就丑态百出，因为他就是一个快递员。在一次给比鲁斯送快递的时候，被强行拉了过来冒充高手，莫纳卡猛击一拳，希特低头看着他，似乎明白了这一切，内心100个问号。你他喵的是来搞笑的吧？但他竟然非常配合的跌出了场外，这让杰克非常意外，至今都没有想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做。有谁知道的可以评论区留言。希特的失败让相马非常生气，因为这让他在比鲁斯面前非常丢面，气得他打算将希特破坏掉。而不知天高地厚的悟空还替他求情，却引来了比鲁斯的警告：你们只是我们的玩偶罢了，不要得寸进尺，想要挑战破坏神的权威。正当场面僵持之际，拳王突然出现了，众神看到他吓得浑身颤抖，赶紧下去鞠躬。原来拳王感觉他们的比赛非常有趣，想要组织一场全宇宙的比赛，说完就离开了，留下了2位惊魂未定的破坏神。根据赌约，胜利的宇宙将会获得超级龙珠，它的体型非常巨大，比整个银河系都要庞大，这就是龙珠超宏大的战斗观，上升到了全宇宙的高度。为了满足那个馋嘴弟弟的愿望，比鲁斯利用超级龙珠复活了第6宇宙的地球，可以让他尽情的享受美食了。2个孪生兄弟虽然见面打打闹闹，但是到了关键时刻都在相互关心着对方，可能这就是真正的亲人，见面打打闹闹，遇事相互团抱。我是杰克，喜欢点个关注吧。